清明节，我准备秘密潜回北京，已经和老婆孩子分别了120个秋，有点过于想了。节前扫完墓，就踏上了特种兵式探亲之旅。作为一个黑心老板，我寄给员工放5天假，多出的2天是从5一调休的。以前去长沙坐车要3、4个小时，现在高铁不到1个小时，觉都不敢睡。到站直接换乘，贼方便。原来长沙到北京的特2已经换了新车，更名D2，顺便涨了个价，硬摸要400多。我才不惯他们那个坏毛病，反手就买了张坐票，让他们血亏160。上一次刚坐10几个小时的火车，还是大学的时候，那会儿没有高铁，虽然可以半价坐车，但学校只给买坐票。记得过年回家，车厢挤得满满东东，连座位底下都有人躺着。那时候想上个厕所，可要了亲命了。去还是憋着，思想斗争就得半个小时。终于决定去了，一路上翻山越岭，辗转腾挪，见缝插脚，无地自容。好容易接近终点，发现前面还有10个人正在排队。又半个小时后，终于上完厕所，翻山越岭回来，发现你座位上有位不认识的大叔睡梦正酣。往事不堪回首，到家了，看看媳妇儿什么反应。还算正常，不过老婆说她没洗头不想出镜，那就下午接孩子放学，居然还认得。小伙子身高已经赶上外婆，再长几年我可能打不过了。第2天我们去了北京野生动物园，排了1个半小时的队，终于看到今天第一群不是人的东西。我以为正常小朋友此刻应该想的是白毛浮绿水，再不济也是优雅、好大、好白什么的吧。没想到我儿子悠悠来了一句：“太可怕了，居然跟我这个成年人的想法一样。”我还没来得及擦去嘴角的泪水，孩子又补了一句：“哦，好帅啊！好想把它变成水波状大鱼。” What？ 这就过分了呀！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并处罚金。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红烧的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逛动物园？也许是孩子喜欢，也许是大人喜欢，也许是大人打着孩子的名义喜欢。世界破破烂烂，动物缝缝补补，跟人打交道多了，就会越发喜欢动物。动物有一种治愈的力量，不像人类世界勾心斗角，两面三刀。其实我没那么喜欢动物园，我们农村人谁家还没养几只动物，能喂还能摸，互动感强到姥姥家去了。这些平日里见不到的禽兽，看过1次也就够了。动物园更吸引我的反而是环境，蓝天白云，绿水青草，具备一切田园生活的要素。这里的动物不愁吃不愁喝，房子不要钱，医疗费全免。这不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吗？虽说没那么自由吧，但这对于一个宅男来说算得了什么？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同伴呢。想着想着，感觉自己真是禽兽不如啊。动物园的步行区还挺行的，可以跟动物更近距离的接触，还算简单。第3天，跟大学同宿舍的兄弟聚餐，然后回母校半日游。虽然大家都在北京安了家，但上一次这么整整齐齐，也已经是2年前了。真羡慕现在的孩子们，那时候这块大草坪只有毕业的时候才敢踩上去。我们当时的宿舍楼已经改成了女生宿舍，虽说爬上2楼轻车熟路，不过现在好歹都是有身份证的人了，就门前合个影，意思意思吧。宿舍对面的小树林越发茂密了，当年我们酒醉后浇灌过的小树也繁花似锦了。
我发现人一旦上了点年纪，就喜欢回忆往昔，大概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只挑自己开心的事记着。不管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是苦是甜，10年后再看，一定是甜的，不然你可以顺着网线过来打我。所以还是珍惜当下吧，反正最后大家都会感慨，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妈妈把我带过来的蒿子做成了蒿子粑粑，做法很简单，蒿子剁碎，用糯米粉和匀，下锅油炸即可。媳妇儿一顿炫了6款，唯一一点小遗憾是北京买不到粘米粉，加点这个会更好吃。人生好像就是这样，不可能十全十美，做不到不留遗憾。走了，回去种地。